嗨，大家好，今天好天气啊！你看看啊，这些秋天里面有很多的树木都开着花，要不呢就是非常碧绿的这种颜色啊，让人看的还是非常的喜欢。好，我们也不负秋光，出去走走。昨天呢，我就把这个码表啊，干脆就装到了我这个车把上了，只是加了一个小配件而已。这样的话呢，出去骑行，大概就可以了解自己骑得多远，它的速度，消耗多少能量，那就一目了然啊。然后回来以后呢，就可以连上手机的 APP， 它专门有一个软件啊，你就可以把这些每天骑行的里程数积累起来，然后每个月呢，你就可以做一些自我的统计啊，这一段时间之内你消耗了多少的能量，然后骑了多少的距离等等。当然，这个码表只是一个简易的码表，它自身并不带 GPS 导航的功能啊，所以你还需要在后期嘛，把它做一些处理。你可以输出这些你骑行的轨迹啊等等啊，但是呢，我还没学会，或者说暂时也没这个必要啊，就没有在我的骑行的这些视频当中特地的加入 GPS 的这种路径、骑行的线路啊，还有它有经过的路段的坡度等等吧。但以后呢，如果什么时候学会了，我还是可以去做一下。好，刚刚保安还是非常客气的，自动的把大门给打开了。今天呢，好天气，我就骑到外面。那同时呢，今天也想去做一番新开通3号线东延线的这个地铁，今天才刚刚开通，也想到那边去喝个脱蛋汤，去尝个鲜，去看看新开通的这条3号线的地铁，连通到了海旁，又从番禺广场呢连过去4个站啊。那10多年3号线一直是从番禺广场发车去到天河的珠江新城那边，非常繁忙的一条线路。结果呢，现在要增加了4个线，方便之后开通的沿线的居民出行，尤其是去珠江新城上班办事的人啊。但是可以想象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原本在番禺广场作为终点站上车就有座位的人呢，就会有些沮丧。但是这也是城市发展啊带来的一些变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避免。我呢，现在就是骑向祈福交通中心，准备到4广路地铁站搭乘一段地铁，到番禺广场呢去换乘3号线啊。但我不是去市区，而是向着3号线新开通的那段东延线，坐4个站到海旁，
海旁呢也是亚运城的所在地啊。原本呢是有一条4号线，那现在呢3号线啊就跟4号线连通了，就方便亚运城。我相信也有10几20万居民的出行。那我今天呢就打算到了海旁，到那边呢去骑行，看看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去过的亚运城，去看看那边的一些老百姓生活的状况啊。这个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个目的吧。好，现在呢我就向祈福交通中心骑过去，在那边呢收车装包搭地铁。今天的风非常大，就顶着风在骑行。好了，我已经到了交通中心了，现在准备去搭地铁。我的左侧呢，就是祈福新村村巴的停靠点啊。好，我在这边收车装包下地铁。好，现在呢已经来了市广路20号线的入闸处了。现在呢应该已经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啊，这已经是早上10点多钟了，该出门上班的人呢都已经出门上班。所以我也是跟大家错峰出行啊，就在这个时候呢，来搭乘一段地铁。其实我今天早上已经看到了报道，就是这个3号线的东延线开通的第一天啊，在潘一广场就限流。听大家说呢，这是10几年都没遇到的事。为什么？就是在海旁终点站啊，坐3号线的人实在太多，甚至一上车这个车就客满，所以使得原本大量的要在番禺广场上车的人呢就没有办法挤上车，地铁公司呢也不得不采取一个限流的措施，也就是控制流量啊，让番禺广场上车的人呢要等待几班地铁，就造成了大家很多的不方便。现在呢，我已经在市广路22号线的站台上，我看到下一趟车呢2分钟以后到达。那下一站其实也就一个站就到番禺广场，在那边呢我要去找3号线的换乘。好像我在番禺广场从来也没有坐过3号线，今天去趟线。以前呢都是被它拥堵的这种传闻吓到，所以很少去光顾3号线，尤其是去广州市区的方向。那今天呢，我是要去搭乘反方向的，向东去到海旁，也就是3号线新的终点站。在那边呢，出站以后啊，就已经到了亚运城。那我就想在亚运城呢，去逛一逛啊，看看这座为了应该12年以前吧，在广州亚运会新建的一个新城。其实当时呢是运动员的宿舍，
当然还有一些体育场馆。那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老百姓商住的区域。现在呢，应该已经气候，只不过呢，大家看了很多年啊，这个交通状况呢，一直是一个大家出行的痛点。那现在有了3号线的东延线，从海棠站开始呢，我相信呢，就会对那些要去到珠江新城上班的人来讲，大概可以节省10几分钟的时间。更重要的，有些人就不用转车了。我觉得这个对那边老百姓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利好。好，现在呢，地铁已经快要进站了啊，我们准备搭乘地铁到番禺广场，再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看到这个20号线还是一如既往的，里面很多的空位，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舒适的一段出行。现在呢，我来到了番禺广场啊，我要去找一找3号线怎么换乘，应该从这个手扶电梯上去就可以换乘到。看来3号线距离22号线换乘还是有点距离的。这个站内也多了一些这种商店啊，卖这种食品。竟然还有一个时光音乐厅，一个大屏幕，放了一个3角钢琴。时不时找那些练琴的来弹弹琴，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从这边呢，要经过一段这样的自动步道。今天多了一些警察在站内维持秩序。特地呢，这段路我全程录一下，就对那些有需要换乘的人呢，也可以了解一下。从22号线啊上来换乘3号线，大概要走多少路？虽然呢，换乘的路有点长啊，但是有自动的步道，也有手扶的电梯，虽然有点距离啊，但是也不费劲。通过这些墙上的指示，也可以看到这个番禺广场呢，现在已经有18、22和3号线的换乘，已经成了一个交通枢纽了。这边呢也有专用电梯啊，但是我们还是借用手扶电梯比较方便些。这边呢已经到了3号线的站台，原本呢只有右侧的这个番禺广场就是终点站，但是现在呢它已经是在对面可以搭乘去海棠的另一段新的延长线，我们在这边等地铁吧。好，列车进站了。经过4个站，我们已经到了终点站海傍站。我老是念错这个字，不读海棠，应该读海傍。地铁总是非常舒适的啊，当然前提是人不要太多。经过了这4个站呢，我们现在准备出站。这边呢是3号线的终点站。同时呢，也是换乘4号线的地方。这个站呢，我从来没来过，
无论是新的3号线还是4号线，看看从哪里出站啊？其实幼儿园可能哪个站出站都不是问题，因为呢，我就想出站以后顺着这个附近来兜一兜。好，现在呢，我们吃饭啊。今天这边特别热闹啊，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开通，所以很多人呢专门在这边留影打卡。人太多了，我就不去凑热闹了。现在从这个 F 口呢出站。好，现在呢已经出到街上来了啊。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单车，从这边呢开始我的骑行。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海傍站了。刚刚搭了4号线的4个站，从潘禺广场来到这里。这是今天才开通的一条3号线的延长线。海傍这边呢是终点啊。我们来看看四周的环境。然后你们那个不是有时候那个积分？我看对面啊，就是4号线一条从南沙过来地铁线的车站。这边呢就是亚运城，这边叫亚运城广场，一个商业中心。看看怎么才能够去到我要去的亚运城里面去转转啊。弄了很多障碍物。这里呢就是亚运城最靠近车站的一个地方了。当然这种地方呢肯定都是商业中心。边上呢也有人在做直播。推着车我就不进这个商业中心了啊，我就在边上找路到亚运城里面呢去转转。广场上也有很多的摊档啊、帐篷，想着晚上就应该是摆摊。现在还是在靠这种地摊经济啊。马路对面呢是 G 出口，相信离左前方的4号线更近一点吧。好，我现在呢就从3号线的海傍这个出口这里啊，开始我在亚运城里面的探索。就这边呢，真的以前只是路过而已，就很少到这边来转。我们来看看，经过12年的发展，这边从一个当年开亚运会的一个运动员村，已经蜕变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住宅区和生活的场所。我看左侧都是很多的住宅大楼，看上去已成规模，也成气候，而且这个马路呢都已经树木长大啊。只不过呢，我的右侧围蔽着，想必这一块呢将来要更多的发展商业方面的项目吧。现在骑行的叫亚信山路，这边呢有一条河冲，
我刚刚呢，就是从前面的这个算是商业中心吧，叫亚运城广场啊，这个地底下的3号线的车站走上来。在这个广场的对面呢，就是4号线的地铁车站。现在这个3号和4号地铁呢，已经形成了换乘。前面呢是2座巨大的，应该是商住楼吧，或者说是住宅楼。这边呢有一条河冲，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只不过这条河冲呢，好像还没有形成一个河冲边上的步道、绿道。但是这个马路的对面呢，就已经有很多的房子了，我看家家户户都住得满满的状态，应该就是号称亚运城的那些建筑了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去探索。要配合。我现在眼前针对的呢是迎宾广场，其实就是一片绿地，一个小公园，好像并没有什么人啊。我们也到里面去转转吧。我相信啊，这种都是新建的城区，所以呢，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老居民啊，所以没有像其他地方看到的，就是阴凉地方呢，就有很多人乘凉，在那边聊天打牌啊。因为新居民呢，往往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往往是单独行动的多。亚运城热水服务站。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哦，左侧也有条河冲。你看啊，这边也有一条河冲，或者有一片湖区吧。对面呢是广东省华人训练基地啊，就是那种新的体育项目，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室内的场馆。看得出来啊，这边还是有不少的空地，那应该都是一些优质的空地啊，将来应该会有更大发展的区域。我左侧的这个场馆呢，应该有正式的名字，叫亚运城综合体育馆。这里面呢，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比赛。现在我从兴业大道拐弯。亚运城体育馆啊，蓝色的6个大字在我的左边。
看得出来啊，这个亚运城这一块地方呢，面积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散落在周围的这些住宅区啊，从环境看呢，应该都是一片新区，但是从交通来看呢，以前仅仅是4号线啊，完全是难以满足这些人的出行和生活的需要。那即便现在多了一条3号线的延长线，我觉得也是远远不够的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些大高楼，很多新的楼也还在拔地而起啊，所以可以想象啊，这边的人口密度呢会越来越大。你看看啊，这个马路上面这个车都停成了2排，可以这么说啊，就这个地方出行主要还得靠开车。这个里面呢就是亚运城体育馆了，无论是这些比赛用的场地啊，还是老百姓健身的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呢，还是真的要有一个综合性的考虑，也就是说呢，要让老百姓啊真的是方便来去，同时呢，也是方便他们利用啊，那这个才有意义。光是举办一些体育比赛呢，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但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设施和比赛的场馆，但是明显的这个商业化还是不够。但是它也建了一些便道，你看这种应该是高架的可以走路的桥呢，可以去到地铁站的。我们来看看啊，现在也增加很多新的项目，青田科教机器人编程考试、少儿篮球等等啊，这种小朋友玩的地方。老实讲啊，这么一个大的体育中心，在番禺区的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我自己从来没来过，最多只是在它的外围开车路过过而已。所以今天呢，也是趁着3号线延长线啊开通，就凑凑热闹吧，到这个里面来转一转，骑行一下，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吧。广东省轮滑训练基地，就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啊。看到这边的体育场馆呢，规模还是很大，而且各种设施还都有，并且呢，有很多已经被利用为一种普通老百姓可以来进行活动的场所。我觉得整个来说啊，就是还是向好的方向在转化吧。只是这些河边的绿道呢，都还没有建成开通。所以我现在还得原路返回啊，感觉这边呢还处于建设的过程当中，很多的马路呢都是封闭的状态。
我相信呢，这边也是水到中横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把这些河道疏通以后，边上呢都进行更多绿化，然后也做一些步道、骑行道、跑步道之类的，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美的环境。现在来到杏岭路，我的右侧呢应该是一家医院啊，看到医院的标志，规模还是不小的一家医院。但同样的门口呢也是围蔽着，估计还有很多的工程没有完工。也可能我从车站这边过来走的这段马路呢，还都是在施工进行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区域。我相信我眼前更多的高楼的那些地方才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居住区吧。我们也到那边去转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2医院番禺分院，这就是我右侧这个巨大的医院。从这边望过去呢，就是排山倒海的那些高耸的住宅大楼。就旁边呢也建了一些，应该是重新建的以前村民的一些牌坊之类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到那边也去转一转。现在呢，我在石青公路掉了一个头从这边望过去呢，就像一片城区的模样我相信呢，亚运城指的应该就是这片已经发展起来的区域了。就可以看到房子非常的多，密密麻麻，应该呢已经成了一片非常好的居住区了。这些原本的土地呢，都是属于普通老百姓、当地的村民的。那么现在呢，被改造了以后，就变成了一片城区。但是广东这边的文化还是比较尊重当地那些老百姓，他们原有在这边曾经有过的存在和留下的文化遗存，所以呢，都会保留一些他们的祠堂，当然都会进行一些仿古的这样的修建就看上去还是保持着原来传统的岭南建筑的模样。但这些祠堂纪念的这些场所呢，应该都是集中起来以后重新修建的，所以我们也打算到里面去走走。这边呢写着滨水长街文化美食家居其实呢就是仿古的一条商业街了。
是我们也到里面去走走吧。在一条河川边啊，建了很多仿古的这些房子，其实都是商业用途的，所以这就让我感觉有点像那个猎德村发展出来的商业街区，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但不管怎么说呢，这里河川边上啊，非常有田园风光的一块地方，还保留着以前的那种样貌的房子，不管它是新修的还是重建的，我觉得也是多了一些念想吧，让当地人看来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保留的祠堂，纯粹就是一个仿古的商业街区而已。看来这边呢，应该是很早以前修建的一片区域了。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地砖呢、设施啊，都已经有了一些破坏了。而且河道边上的杂草呢，长得老长。河对面呢，就被当地的以前的村民吧，就占土为王，分割成了一块一块的这种支流地啊。随意的种了一些他们的经济作物，就显得有些杂乱啊，就让人感觉呢，这个地方虽然是一座城，但是呢还没有进行优化，更没有提升，让它变得成为一座新的这个城区啊。马路左边呢是一座小学，番禺区天运小学。这个小学呢看上去还显得不错啊，比较宽敞明亮，有很多的这个活动的空间。我看小朋友都在场地上打球呢。但是我的右侧呢，原本是绿道，早已杂草丛生，显得很多年疏于打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啊，这条小河川啊，有种疏于管理的感觉，但是呢，也呈现这一派啊，就是原始的状态，我觉得这也不错啊。
城市边上啊，还保留着一片乡野的情趣。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还是让大家的心灵啊，在疲惫的时候，在黄昏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啊，可以有片环境啊，让大家可以在这边休闲，让大家可以放慢一下脚步啊，我觉得也不错。前面呢好像又到尽头了啊，那我们就在这个河边，我们来回望一下我身后的亚运城，那些高高的楼房啊，主要都是居民的住所。门前呢有一条好像慢慢变宽的一条小河吧，虽然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但是有了这么一片水域，还有河边的一些花花草草，还有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些植物吧。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原始的状态啊，让大家在这个河边走走时候呢，就可以回归田园，就心理上可以获得休息的一片地方。那我今天呢，就是从祈福新村市广路车站搭乘的22号线到了番禺广场，在番禺广场呢换了一条今天刚刚开通的3号线的东延线啊，坐了4个站来到海傍。海傍呢就是和4号线这里边有一个交通的地方，而它出站呢就是亚运城广场，一片亚运城商业的中心。那我就在附近的逛了一逛亚运场馆啊，然后就是在这个街区随意的转到现在。那我们就把这一段呢作为今天闲逛的第一段啊，从这边呢打算我再去顺着亚运城还有周边地方呢再去闲逛，最后呢就准备还是搭地铁回家。所以今天呢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段旅程。那在这边呢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下一段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